妈妈又头痛了吗？刚才我在超级市场碰到了 Kelvin 的妈妈。对不起。所以这个 Snow Globe 真的是你偷的？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？我平时怎么教你的？弟弟只是想让你开心。所以你也知道了，还帮弟弟隐瞒？哎呀，反正那个 Snow Globe 对 Kelvin 妈妈来说，只是那一个随便摆在一边的装饰品，她并不在乎。就算不见了，她也不会有很大的影响。相反的，这个 Snow Globe 对你更有意义。你这是什么歪理？我知道了，是你教唆弟弟这么做的，对不对？不关哥哥的事。不要帮你哥哥说话。你平时乖巧听话，突然有异乎寻常的表现，一定是受到你哥哥的话影响。我没有。你不要狡辩了。明天你们陪我一起去把 Snow Globe 还给 Kelvin 的妈妈，还要好好的慎重向她道歉，听到了吗？还有，从明天开始，除了上学还有参加课外活动，什么地方都不能去，只能待在家里。不行，我已经约了朋友下个周末一起去动漫展的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可是这是我储蓄了好几个星期的零用钱才买到票的。做错事就要接受惩罚。偷 Snow Globe 的又不是我，这根本就不公平。我可以原谅，但我学不会忘记。爱可以重来，却无法擦去记忆。掩盖了痕迹，却残留它的气息。别问我说道歉，你要带着诚意和说不出的秘密。今天我要带大家进入色彩的神奇世界，但首先我们要学会怎么用调色盘。不管你们用的是 Photoshop、Krita， 又或者任何的。云喜，你是打算用手机画画？他是在画 hard message 给他的 BF。哦 ，hard message 啊！认真上课。所以在设计游戏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色彩，一个没有色彩的游戏。Vinci， 昨天的事，老师，你要救我啊！老师，我昨晚玩那个 Upside Kingdom，然后我到了第4关，可是我遇到那个 Beast， 他就杀死我了。我去口了。手机，按这里，按这里，嗯，按多久2个小时。2个啊，2不能动，不能动。哎，老师。你想干什么？当然是来找你啊，要不然来这里欣赏风景啊。我没钱，信你才怪。信不信由你。哎，我可是你老爸，你拿一点钱出来孝敬孝敬我，是天经地义的事吗？那开赌场的也应该是你老爸，要不然你也不会每天拿钱去孝敬他。哎呀，你这个不孝女，没大没小啊，竟然这样跟你老爸讲话，把钱拿来。你放手！哎，这个。哎，干什么？你哪根葱啊你？关你屁事！
我就是天生爱管闲事，怎么样？你这个臭小子，你找死啊你！痛！不要再来骚扰我的学生，再让我看到你，这个痛会是双倍。好 ，OK。你看你站起来都这么辛苦，是不是弄伤了？要不要送你去医院检查一下？如果每次受这一点伤就要去医院，那我早就是医院的 VVIP 了。你爸爸经常这样对你？他经常没钱，就经常这样喽。喂，怎么说我也帮你解围，你就这样走了？那我跟你说 Thank you 咯。有诚意一点好不好？至少请我喝咖啡。我又没叫你多管闲事。我都说了，我天生爱管闲事，就像你跟校长的事，我忍不住这样。那谢了。好喝啊。你会觉得味道有点像谈恋爱，又苦又甜啊。你爸爸会经常像刚才那样对你妈妈吗？我妈妈运气比我好，死得早，不用每天面对那个人。那你有兄弟姐妹吗？没有，所以家里只有你们2个人。很快就一个了。等我一到18岁，我马上搬出去。看来你真的很讨厌你爸爸。我恨死他了。难怪你会喜欢上校长。谁跟你说的？他昨天跟我承认了，他说因为跟你分手，你才会这么激动的，对不对？我是真的很爱他的。这就是经典的恋父情节，因为在你爸爸的身上得不到爱，所以才会把这种对父爱的渴望转移到校长的身上。不知道什么恋父情节，我只知道他当初真的对我很好，还说要跟老婆离婚，然后娶我。可是没想到我跟他上了床之后，他就变了一个人，说他只是跟我玩玩，还叫我以后不要再缠着他。所以你就威胁把这件事告诉他家人。我只是说说罢了，我没想过要害他，我是真的爱他的。小磊，有件事想问你。什么事？你在这里工作这么久，应该蛮了解校长的吧？干嘛突然问这个？我是希望教完这个学期后，下个学期可以再回来教课。那你想知道什么？校长家里有什么人？他的太太还有一个儿子，儿子现在大概7岁了吧？他们关系怎么样？关系应该很好。校长在大家的眼中是个好老公、好父亲。是吗？有时候眼睛看到的未必是真的。校长为了儿子的医药费，一直是尽心尽力，这是众所周知的。他的儿子生病了。是脊椎肌肉萎缩症，大概3年前被诊断的。难怪啦，压力比山大，所以需要找管道宣泄。我是说，我可以帮他找管道宣泄压力。校长这1年来经济状况好像比较宽裕了，整个人轻松了很多。他是买了彩票中了大奖，听说是投资股票赚了一些钱。我知道的真的不多，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？有，想要问你要不要一起吃晚餐？对不起，我约了酒要吃饭。我？哦，好啊，好啊。那我们走吧。
那你想吃什么？中餐、西餐、日本餐？对不起，我突然想到我有事情要做，我不吃了。回来啦 Hello，表姐。你好，小磊。 ，Luna 和 Kurt，你应该还认得吧？嗯，一起过来坐坐吧。我们好久没见了，最后一次见面好像是在6年前爱信的生日会上。但其实我们各忙各的，我们这些老同学也很少见面。是啊，我也没想到最后一次见到英才会是在他的丧礼。所以说嘛，我们更应该常常聚会，大家见见面。刚好 Andy 最近打给我说他回国了，想约我们出来聚一聚。他不是在美国工作吗？为什么突然回国？他爸爸病了，要他接手家族生意。这一次回来应该不会回去了。我的头有点痛，你们慢慢聊。他不知道。以前的事，就当作是一场噩梦。现在梦醒了，你就不要被它再牵绊，好好过自己现在的生活。我行吗？行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两姐妹一起把那个男人从记忆里抹掉，一起挥别不愉快的过去。刚说男朋友是很有钱，加菲而已啊，真的很大概年纪几岁？该老师，你们好。袁英才，你不是？你认识我弟弟？有过一面之缘，所以你是他哥哥？要不然大白天的，你以为见到鬼吗？跟你开玩笑的。你是？我是。哎 ，sorry， 我有事啊，先走了。哎，谢谢你们呢。你们认识他？不认识。认识。不认识，为什么跟他说话？他说他是记者，问我们关于 Vincy 的事。那你们跟他说了什么？还能说什么？就是他有一个很有钱的 BF 之类的哦。你们怎么可以随随便便透露人家的隐私？要是他居心不良，不是记者怎么办？你看老师，他要给我们名片，而且我们说的大家都知道啊。钱转了。Thank you。那delete了。你真的没有其他 copy？ 如果我说没有，你会相信我吗？你在戏弄我啊？在这个时候，你也只能相信我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到底想干嘛？我已经告诉朋友我在这里见你，万一我发生什么事，他就会把 video 放上网，让全世界看。就知道你不敢。123，好看吗？好看。从店里到这里，你已经拍了800张照片了，还配不够吗？我等这个包包很久了，它终于到我的手，我当然要多拍几张，留个纪念嘛。这不会是你最后一个包包，只要你懂得好好利用资源。我知道，幸好有你提醒我 copy video， 那以后还有需要，我还可以找那个软弱 ATM 继续按钱。这些大人只懂得以大欺小，现在就让我们知道，我们这些小朋友是不好欺负的。哇，看起来很好吃。
师，这个牛排可是米其林3星的。吃完之后你要去唱 K 打别了，还是继续 shopping？ 小朋友才做选择，我3样都要。 Good idea！ 来，你吃吧。躲什么躲？这张英俊潇洒的脸应该亮出来给大家欣赏一下嘛。我不是叫你不要来骚扰我的学生吗？为什么又来？我没有啊，我是刚好路过而已啊。路过？哎，痛！是不是又来找 Vincy 拿钱拿去赌了？是。你到底有没有良心的？Vincy 已经没有妈妈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爸爸的关心。你呢，只会打他，跟他拿钱。就因为你不负责任，他才会爱上一个比他大20多岁的男人，结果被骗了。你笑什么？你太天真了嘞！你说谁天真了？我的女儿一定是把你骗了，她最厉害就是撒谎啊！哎，现在男人只要有钱都可以跟她睡的。你人渣，连自己的女儿也诋毁。你不相信？我找给你看。艾莉就是她。Wallace？ 老师？真的是你？真的是你？你是 Wallace？ 是你冒名约我来的？是你爸爸给我那个网址，我本来半信半疑的。死赌鬼！现在你知道了，你想怎么样？我只是想要知道真相，你跟校长到底有没有恋情，还是他只是一个客户？他不是客户，他是我的经理人。经理人？你是说校长是拉皮条的？当初是他介绍我开始做的。校长，这是我跟你提过的 Vincy， 他是我们学院很有才华的一个学生。这位是罗仁义先生，是学院最慷慨的赞助人之一，一直都很支持学校办的活动。Hello， 罗先生。嗨，你好。这幅是你画的？哦，对的。那可以。画的还不错，只不过光感方面你得留意一下，比如说好像这个逆光的部分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一个低1年级的学生呢，就可以画出这样的一幅作品，已经算是很不错的。谢谢。果然是念过美术本科的啊，那是N年前的事情了。现在我只是一个满身铜臭味的生意人。不过，美的东西我还是懂得欣赏的。就好像这幅画，我决定买下来了。真的吗？对呀，就当作是给你一种鼓励吧。3000块可以。可以，罗先生果然有眼光。今天那么开心，我帮你们拍张照，做个纪念。好，麻烦你了。来。谢谢罗先生。哎，不客气。
谢谢校长。你很幸运，罗先生很欣赏你的才华，所以愿意出钱买下你的画作。是啊，我也很意外，有很多同学的作品都比我来得好。除了欣赏你的才华以外，我有告诉罗先生关于你的家庭经济问题。他以前是念美术学的，所以他特别愿意资助那些在经济上有困难的美术学生。罗先生是不是很有钱？是啊，富豪榜前50名，其中就有他的名字。哇，那他真的很有钱。他虽然富有，但是一向热心助人。如果你有问题、有需要的话，他一定会大方提供帮助的。真的吗？当然，如果你需要他的帮忙，你也要懂得回报，懂得感恩。什么回报？好好谢谢人家。所以你跟校长起了纠纷，然后你弄伤了他，又是怎么一回事？反正是关客人的事。其实这件事你弟弟一直都知道。那个混蛋传了性病给我，你确定是性病？我看了医生，还会有错吗？那你跟医生怎么说？放心，我说是我男朋友传给我的。会不会真的是你男朋友传给你的？我没有男朋友，我只跟罗仁妮上过床，不是他还能是谁？校长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Vincy说的罗仁义，是不是就是 Lowland Properties 的总裁？我们学院最大的赞助人？你们3个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在说什么？别装傻了，我在门口什么都听到了。我不管，你叫那个混蛋一定要给我一个交代。Vincy，老师，课要开始了，为什么站在这里？还在等什么？快走吧。我想你弟弟是从校长那里得到了好处，所以才没让事情曝光。英才不是那种人。你们这些大人最虚伪的，表面上是一个好人，暗地里却专做一些肮脏的事。说到底，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。不可能，英才他不缺钱，他不需要这么做。没有人会嫌钱多的，有钱就可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有钱当然好，但是不可以像你这样，用不正当的方式赚。我还不是从你们这些大人身上学到的吗？不过多亏有你们这些大人，我才有这么多钱花。Vincy，有没有想过，你这样出卖自己，
你妈妈会很心疼的。人都死了，怎么心疼？没有钱花，没有名牌包包拿，我才心疼。怎么样？反正你都来了，要不要试试？我很厉害的，一定会让你满足。够了，我说够了，是，够了。把衣服穿好。你好，我找方校长。你是英才的哥哥？应该就是方太太吧？我叫袁英杰。他还在回家的途中，不然你进来坐坐吧。谢谢你啊。Hello， 英才哥哥。哦，他不是英才，是英才的孪生哥哥。我叫英杰，你可以叫我英杰哥哥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方于凯。哦，原来你叫于凯，小帅哥。要不要喝水啊？还是喝茶、咖啡？啊，不用了，我刚刚喝过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正在喂凯凯吃粥，吃到一半。没事，我不好意思才对，打扰你们。你们不用理我，你们继续。难吃啊。啊。给你。哦，谢谢。Sorry， 妈咪。不要急。啊，爹地回来了。你怎么会来？英杰说他有学院的事要跟你商量。没错，是一件很严重的事。你们慢慢谈啊，我把凯凯带进房。拜拜，小帅哥。到底什么事？我刚刚借了冰姐。你为什么会去找 Vincy？ 你不是答应过我，会给我时间处理的吗？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我会让他知道，我们两个是不可能的。他跟着我，不会有未来的。我很爱我的家人，我绝对不因为他离开我太太和我儿子的。你真的在乎你家人的感受，当初就不会做出那种事。我也很后悔。后悔？当时你把钱收进口袋的时候，你有后悔吗？你把那些女孩推进火坑的时候，你有后悔吗？你在说什么？你别再演戏了。Vincy 已经告诉我，你利用女学生去卖淫的事。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是他在胡说八道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我跟他提出分手，他为了报复，所以撒谎，诬陷我。到这个时候，你还在否认？身为校长，你有义务保护学生，你却把这些女学生推上不归之路，你到底还没有良心的？我没有做出那种事。信不信由你。你既然不承认，那好，我报警，让警察调查清楚。无凭无据，警方会受理的。Vincy 是证人，他可以作证。即使事实像你所说的那样，Vincy 也不会出来作证的，因为身份曝光，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。不但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，更大的原因是会断了他的财路。你放心，我会找出证据，
证明你的所作所为。等着做了吧。你很快就会属于我的。1小时后，在你家楼下接你。自从上次在艺术学院见到面之后啊，我就预感你会找我，应该有很多问题要问我吧？首先，你是怎么认识我弟弟的？他是在出事的2天前找到我。他为什么找你？他希望帮忙揭露发生在校园的一宗黑幕事件。你是说关于校长利用学生卖淫的事？他跟你说了？我最近刚刚发现的。具体上，我弟弟跟你说了什么？他说校长方有礼利用职权，安排学校的女学生以慈善的名义在外面接客。这些客人呢，大多是名人或是富商之类的。所以你就相信了他？我一开始当然不相信啊，我跟他也是第一次见面，况且他也拿不出什么非常有力的证据，搞不好是跟方有礼有什么过节，故意污蔑他的。但后来你找到了证据。你知道 Lowland Properties 的老板罗仁义吗？你弟不知道从哪得到消息，说这个罗仁义约了学校的女生温喜出来开房。后来我就跟踪这个罗仁义，结果发现2个人呢，在10分钟之内先后进入同一个房间，之后呢，在里面待了2个小时，之后又相继离开。这些照片呢，我也给我的总编看过。我说要深入调查这起事件。主编呢一开始同意，可是过了不到半天就终止了我的调查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这个 Lowland Properties 是我们报馆最大的广告商之一。我相信主编呢是受到了上面的压力，把事情盖下来了。那个罗仁义的势力那么大，既然他们不让你报答，那天你为什么还去学院里找学生问 VC 的事？这是我私下里的暗中调查。我不希望罗仁义跟方有礼这样的人渣知法犯法，还在逍遥法外。在我调查罗仁义的1天之后，你弟弟就坠楼身亡了。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吗？你怀疑我弟弟的死跟这件事有关？罗仁义非常在乎自己的名声。他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，即便是做出违法的事情，他也在所不惜。干嘛带我来这么偏僻的地方？你干嘛又去找罗先生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，你还不清楚吗？我不是给了你一笔钱了吗？名牌都很贵，买不到2个包包就花光光了。你不要得寸进尺啊！没关系，我就把 video 放上网，让全世界看罗仁义在床上有多厉害。那 video 里面也有你，你不怕自己的身份曝光吗？才没那么笨，我会把自己的脸马赛克，声音也会处理过，没有人会认得出我。可是罗仁义就不一样，大家都会知道那是他，到时看你怎么跟他交代。你要多少？不多，5万而已。5万？5万都不够罗仁义买一台法拉利跑车的轮子。你太过分了。不愿意给吗？那你就敬请期待罗仁义的出道之作吧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？钱转了。 Thank you。
我不希望还有下一次。说话有下一次，你又能怎么样？林西蛋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到底想玩到什么时候啊？我当然要继续玩这个游戏呀，那么好玩。要怪的话，就只能怪你自己，当初把我扯进这个游戏。Thank you， 拜拜。哎，冰喜呢？他没请病假，有谁知道发生什么事？佳琪，什么事？老师，你给我们的分组作业，我们想要换组员。对啊，我们不想跟Vincy一组了。为什么？每次约好了时间讨论作业，他不是很迟才到，不然就是干脆不到。这样下去，我们无法准时交作业。那你们有没有跟他谈他的问题？谈过了也没用，就好像昨晚是他提米的，还跟我们 confirm 一定会出现，结果又放我们飞机。你看，早上我打给他都没有接 ，message 也没有回，真不知道他在搞什么。是他自己说只有那个时间有空的。哦，啊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你到底想怎样啊？干嘛看到我这么紧张，做亏心事啊？做什么亏心事？我只想下去楼下吃个饭啊。我来找冰喜，他在家吗？你问我啊？哎，这个时间他应该在学校啊。他今天没有去学校，也没有请假，你知道他去哪里吗？好凶啊！我今天睡到10点才起床哎，我以为他上学了嘛。难道你没有想过，他是一整个晚上没有回家吗？你一点都不担心？有什么好担心的？说不定是现在舒舒服服的在酒店陪睡啦。怎么会有你这种爸爸？他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？他不是我亲生，难道是你的？哎，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呢？啊，我赶着去发财了哈。不是说去吃饭吗？啊，我说错，吃饭啊！我肚子真的很饿了啊！拜拜拜拜。这个体育生呢？校长，一整个早上没有看到你，去哪里了？外面有约。冰喜今天没有来上课，我去他的家，他爸爸说他一整个晚上都没有回家，不知道校长知不知道他去了哪里？我怎么知道？你是不是担心我找他出来指示你，所以偷偷的把他藏起来了？你再乱说话，我要告你的。新加坡是个法治社会，难不成我能囚禁他？为了掩饰你那些肮脏的勾当，你有什么事做不出来的？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，那些是 Vincy 为了要报复我所造的谣。到了这个地步，你还死不承认？就算是像你讲的那样，那也是 Vincy 自己的选择，没有人逼他的。到现在你还在装，你想怎么样？姐，你在干什么啊？动手打人，后果很严重的。所以你怀疑英才的死跟校长有关？这种有钱有势的人，只要威胁到他们的利益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所以现在真的很担心Vincy会有事。为什么？因为之前Vincy威胁过校长，现在又突然失踪了。我真的很担心Vincy会跟英才一样，会有相同的下场。那我们要不要报警？我也是这么想，但是之前Vincy一直闹失踪，我觉得警察不会相信他，他们可能只会认为他是闹着玩，不想回家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你也知道，Vincy向来都是独来独往，没有什么朋友，他的那个烂赌老爸也不可靠，我真的不知道要去哪里找他。
宾喜好像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，偶尔会载他来学院上课。Bye, see you。请问你认识宾喜吧？我们不是要找他麻烦，只是想知道他的下落。Vinci 昨天一整个晚上都没有回来，到现在我们也找不到他，同学们也不知道他去哪里，电话打不通，发简讯他也没回。我们担心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危险？什么危险？我之前看过校长跟 Vinci 吵过架，我怀疑 Vinci 的失踪跟校长有关。不会吧？ 比起卖淫的事，你应该知道吧？这些人有钱有势，绝对不是什么善男信女。我怀疑我弟弟就是被他们害死的。你弟弟？我弟弟叫袁一才，他是 New Wave 的老师，他会知道校长的秘密，向记者爆料，接下来他就无缘无故的自杀了，爆得了也不了了之。如果你知道什么，就告诉我们吧。 宾喜昨晚是去见了校长。他为什么见校长？ Hello， 罗先生，你可真是个大好人，帮助这么多穷人，简直是我的 idol。哎妹，不如我们和大慈善家一起拍照 Vivi 吧？好啊。哎，等等，这里不能拍照。没关系，来。来，让我看。哎，不如我们把和大慈善家的合照发到我们 social。好啊，还可以 tag 罗先生，应该写什么呢？可以写 Fortunate Encounter with Idol。我们去 playground 吧。我再高一点，来。你坐稳啊。Hello。Hello， 今天来找我有什么目的？我们是来目睹大慈善家的风范的。 是啊，像你这么帅气又有型，应该让更多人 see you in action。要是这个视频不小心传出去，让人发现我们伟大的大慈善家原来暗地里是这么帮助未成年少女的，不知道你的好人形象还能继续吗？方有理不是已经把钱给了你吗？那一点点钱我早就花光了。 所以现在你是来威胁我，来勒索我？哎，别这么说嘛，你就当好人帮到底。是啊，我也很想像你那样，又有钱又成功。拍的还不错，只不过现在科技那么发达，就不知道你们是否有在这个视频上动了什么手脚。 你屁股上那块胎记应该没办法 key 上去吧？ key 不上吗？没关系，既然罗先生这么说，我们就直接放上网，让大家看看到底是不是人为的。我相信网民的眼睛还是很亮的。3天之后，你就会在网上看到你的大作了。除非在那之前，你有什么表示？我们等你的电话。 不要让我等太久啊！拜。结果昨晚，玉子就接到了校长的电话，约他见面。约了哪里？但是玉子答应我说，只要见到校长之后，就会打给我的。可是我等到早上都没有等到他的电话，我打电话、传简讯给他都找不到他，怎么办？玉子是不是出事了？ 直接报警吧。我可以原谅，但我学不会忘记。爱可以重来，却无法察觉记忆。掩盖了痕迹，却残留它的气息。别忘了说道歉时，请带着诚意。 我
谅，但我学不会忘记。爱可以重来，谁把我加剧记忆，掩盖了痕迹，却残留它。